在马尼拉转机，有些观众可能觉得蛮可怕的，但是我们感觉很兴奋，因为这里是我们阔别已久的第二故乡。应该说对大伟来讲，这是第二故乡，因为我对马尼拉的熟悉程度远超过其他城市，甚至超过我们附近旧金山，还有我出生地台北。出了机场已经很晚，所以我们就赶快先到我们的酒店香格里拉睡觉，预备第二天的转机游。这个香格里拉是大马尼拉地区4间香格里拉其中之一，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间，因为它是最新的。那它的地点、装饰、设备、食物各方面实在都超级棒。我们在那里吃了早餐，然后慢慢的吃啊，很久才离开了那个酒店。这是第一大惊奇，马尼拉居然有好几间老牌的5星级奢华酒店。那下一期节目我会详细来介绍马尼拉的香格里拉。晚一点出门有个好处，就是因为马尼拉上下班时间的交通实在超级恐怖，那现在这个时间车流就不算太多。我们这次转机游跟一般旅客去马尼拉可能不太一样，是你比较无法想象到的那一面。如果你想要对菲律宾中上阶层的生活方式多一点了解的话，我就很建议你跟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因为在马尼拉的富人区会有很多让你感到惊讶或者惊艳的东西。这样一路开过来，你可能第一个发现就是菲律宾还蛮多高楼的，而且很多是玻璃新的那种大楼，这就是第二个惊奇。没想到马尼拉居然有非常现代化的市区，当然不是每个区都这样子，可是我10几年前第一次到菲律宾的时候，就发现那里高楼大厦数量比台北多太多了。那当然没有像东京、香港、纽约那么多啦，可是它有很多块的精华区，在那些精华区里面，30-40层的房子根本就不算什么特别高的高楼。我们要去的第一站就是这样子一个社区，是我们以前所住的。我是觉得那是一个非常梦幻的社区，在一块地上它有很多住宅的大楼，中间有一个算是中型的购物中心。我觉得世界上很少有地方比这块社区的生活机能更棒、更方便、舒服。我说中型不过如果搬到其他国家，大家可能会觉得哇，这个已经很好逛了。因为这个 mall 里面有很多你会想要看、想要买或者想要吃的东西。很多外国的连锁店都会来菲律宾试试水温，我觉得可能因为在这里做生意的成本相对来说比较低，而且菲律宾人对各国的口味的接受度非常大，所以这些外国的餐饮业来菲律宾试一试看看在打造海外经营模式的经验如何，然后如果在这里生意不错，他就可以到其他地方去展店所以这个 mall 里面有美国的、有法国的，还有台湾的连锁店。鼎泰丰在马尼拉市区已经开了很多家了这一家算是很小的。这个 mall 在菲律宾真的算是小型啦，因为大概就100-200家店有个小超市非常多的餐馆。那为什么我说这个社区真的很梦幻、很理想？就是因为这个 mall， 你从社区里任何一栋楼走到这个 mall 都不需要超过10分钟，而且有几栋还有地下通道直接穿过来，连外面的空气都不需要呼吸太多，就可以进到 mall 的里面。这里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好店不过大部分都不算是那种很奢华的。真正奢华的 mall 我们晚一点再去。这里我们看到一家卖化妆品还是保养品啦。那我说这个牌子很面熟，后来一想这就卡达航空上面那个过夜包或盥洗包用那个品牌。那其他一些店有些是中上的，也有平价的。如果你真的要买东西，我觉得在这个 mall 里面是可以买到东西啦，荷包不至于太严重出血。那除了虾品以外，还有很多像电影院、电动玩具厂、一些娱乐设施，
甚至还有一个 SPA。那那些我也没有去看了，因为可以看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你想想看啊，如果你走路就可以到这样子一个地方，那对那个爱花钱的人来讲，实在太梦幻了。那我刚才说啊，这边有一些平价的店，那当然有当地的，可是真正的大店都是海外来的。那世界各国品牌在亚洲插旗，很多都先插菲律宾。我们10几年前在菲律宾的时候，楼下就有 Zara， 这个在美国根本还没有看过。那这一类的店价钱在菲律宾其实不算是特别便宜啊。如果你要买这种品牌货的话，或许还是去日本买日本牌，美国买美国牌，欧洲买欧洲牌比较划算吧。那在马尼拉到底要买什么呢？我们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如果你住在这样的社区里面啊，对你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吃啊。这个商场最令人惊艳的就是它的餐馆，因为在这个社区里面大概有4、5千户人家吧，所以我觉得光是照顾这些菲律宾中上阶层啊，外加外派职员的饮食需要，这个 mall 就可以赚死啊，所以它才会有100间以上的餐馆。这个就是第3个惊奇吧。在马尼拉各国料理的餐馆密度可以媲美甚至超越台湾，你真的没听错。我们以前每次下楼吃饭的时候啊，即使当时还没有现在那么多选择，可是还是很伤脑筋啊。或许你说，哎，那每次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嘛。但这里从快餐店到高级餐馆，真的应有尽有。对那个选择困难的朋友们，这里真是地狱。你可以下楼去吃个法国餐哦，那个甜点而已，还有现做的soufflé，也可以在超市门口吃个 KFC， 或者是日本那个铁板牛排，甚至是简单的港式茶点越南面，那顺路再来吃个西班牙油条 churros， 而且几乎样样都很好吃。顺带提一下这家超市啊，当时我们住在这里面的时候，很少来这里买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东西实在太贵，里面有很多高级货、进口货，我们自己就美国来的啊，干嘛要天天吃进口货呢？而且我们那个时候是因为外派，每半年可以回美国补一补舶来品，所以基本上在吃的这方面啊，是绝对不需要太担心。这个mall让人感到最舒服的，还不是说它的店有多棒，空间多大啊，玩的东西有多少，而是它真的是一个非常美的mall。这是一间西班牙财团啊，这种家族事业啊所经营的，所以据说它的设计啊、建筑这方面就是当地和欧洲的一个结合。你可以看到很简单的线条啊，明亮的空间，在商场的里面就很绿化的感觉啊，颜色协调。这绝对是菲律宾人的强项吧，在造景这方面，不管室内和室外，它都可以让空间感到非常清爽、舒服，然后会营造一种贵气。这里有卖一些当地的热带水果啊，不过比外面贵大概3、5倍，所以看看就好。还有一样东西可能让华人朋友会感兴趣，就是豆花。他们的豆花叫Tahoe，有点像台语或闽南语。那边的闽南人是华侨中绝对多数，所以很多这些饮食习惯带过来。那里的豆花也蛮好吃的。本来就是一直不停的看吃的喝的，在美国西岸不常见的 Dunkin 这里都有。至于说麦当劳的话，就是满街都是啊，跟台湾一样炸鸡啊，还有白饭。顺路看了一下我们当时这个没有标示的入口，钻进去，从那头出来就是我们家住的那一栋。我们那一栋在那边算是比较小的，大概30层，我们住28楼。那你光从这个大厅看出去，就说这菲律宾人怎么这么会设计啊？这个地方设计的实在太舒服、太漂亮了。那当然它有一个热带的优势啊，就是一天到晚在下雨，所以不用浇花就可以很绿。可是我还是很佩服啊，他们的造景功力超级强。坦白说，我在其他地方真的很少看到这么漂亮的一个社区。
所以我们一直都说老了以后很想再搬回来。这个可以算第4大惊奇吧，就是说我在世界上看过最棒的豪宅社区，居然在菲律宾这样子一个低收入国家。好，私人东西讲的差不多了，因为今天好像是带大家去看我的怀旧之旅，这一集真的是内心世界大暴露。接下来一个内心世界的地方就是我们第2站。这个第2站有些人看莫名其妙，为什么又要去一个 mall 呢？这个就是菲律宾的厉害。几十年前他们就发现了，在东南亚这种气候，你当然要把所有的消费活动移入室内，大家才会高兴的掏钱。这一点好像台湾晚了10几年吧，最近才开始盖大型的 mall。那你一进来就知道，这个跟刚才的感觉真的很不一样。这是一个非常平民的购物中心，它有一部分在外面，星期天的时候可以在这里望弥撒，真的还蛮有情调。那你仔细看看，你就知道说这个 mall 比刚才的做的稍微简单一点啊，甚至你可以说粗糙一点。Oh my god！ 这里还有个新东阳，不过跟台湾那个品牌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这一代的华人蛮多的，我说的华人绝大部分是菲律宾的华侨，也有些是混血的，或者第3、4代福建移民。好，这里就是为什么我们喜欢来逛这个商场。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商场，而是一个像小贩的市集，每天都有五花八门、各式各样的东西都有。主要是卖衣服啦、配件啊、纪念品、艺术品，还有食品、珠宝这样大项。那我们以前经常来逛，主要是逛什么呢？不好意思啊，就是来看看这些像仿冒品的产品。你觉得它是仿冒品啊，但那边人就跟你说这绝对是真的，但可能是瑕疵货。有一些我相信啊，就有瑕疵或者被 knock down 这类东西来这个小贩卖一卖。但是有的东西我觉得是仿冒品，像皮包啊、行李啊，真的不建议随便乱买。那如果你是当做买纪念品的心情，可以买个几双拖鞋。这种拖鞋在美国30几块，在这里就8块钱一双啊，你买了我也不会太苛责你啦。这个商场里面不好意思拍太久或太细拍，为什么？因为很多东西看起来像仿冒的缘故，那些店家不太喜欢你盯着他一直拍。这是我觉得第5大惊奇，就是这个年代了，居然还有人这样子公开的大规模的卖这些 A 货。但你随便看看这些衣服啦、珠宝，特别珍珠啊，还有纪念品、艺术品，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超好逛。如果你来马尼拉地区哦，非常推荐来这里逛逛。在菲律宾有个好处，就是它比较不像一些其他的东南亚国家或开发中国家，他们卖东西都很有礼貌、很客气，他不会说 push 你要买不买，随便看看没什么关系。接下来去第3站，就是老牌精华区马加蒂。对大马尼拉地区熟悉的人应该都听过这个地方啊，途中经过捷运路线啊，你说哇马尼拉有捷运啊？其实它不多啦，以前就一条线，在杜特地时代快马加边了盖了支线，这个捷运勉强到几个大站下去，不过可以转搭公车吧。马加蒂这个市区跟我们刚刚看到新市区就不太一样，它比较没有那么多玻璃大楼啦，有点老的感觉。这里我们经过了以前经常住的半岛酒店 Peninsula， 就香港那个半岛酒店，这是全世界香港以外好像第3间，不过那是很久以前啊，这菲律宾很辉煌时代的时候盖的。然后后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玻璃高楼啊，就是未来的文华东方。你说它文华东方是最近才有吗？其实40几年前就有了，只是它拆掉重盖，因为以前那个太旧了，我也住过。这第3个要下车的点就是 Green Belt， 叫绿带。为什么叫绿带？你进去看看就知道。这个地方比一般马尼拉那个很绿的市容还要再更绿一点。这个购物中心有分很多部分，从高档到平价都有。那我们进来的这一块都是高级店，就是我们不会去买东西的地方，看看而已啦。里面的餐馆也很高级，很漂亮。那价钱呢？我想在菲律宾，如果你要吃一餐 fine dining 好饭的话，在东南亚我觉得是偏贵，很容易就吃到40-50块美金。
但你如果跟欧美比的话，你就觉得哇，真的很便宜啊，因为这里的餐馆是超级漂亮，服务绝对没话讲，东西一定好吃，品质方面是没有问题。那可是如果跟泰国、越南比的话，马尼拉的确是稍微贵一点。不过有时候我们来这边也不一定要吃什么高级餐馆，就吃个点心、喝个咖啡也不错，因为实在太好逛、太舒服。那室外的空间虽然当然是比较热，可是遮阳地方很够啊，树木很多，所以叫 Green Belt， 像公园一样，什么人都可以进来随便逛逛。然后去mall里面走一走，即使不买东西，也很赏心悦目。他们很喜欢搞一些很特别的这种布置啊、装潢啊，有时候有特展。因为高级店啊，还经常有一些不一样的橱窗展示。那在中间的庭院里或者室内，逢年过节也会有一些特别的摆饰。当然，我说逢年过节在菲律宾没有任何节日比圣诞节更重要。圣诞节对他们来说，基本上有时候9月就开始布置，就非常有过节气氛。那在这一段主要就是来纯逛街啦 ，window shopping。为什么要在这走来走去？很大的目的就是要消化一下，然后等一下要吃午饭。在这个购物中心里面，餐馆也是多到数不过来。你觉得菲律宾好像到处都是餐馆的感觉啊？那是因为我们去走动的地方，或者我们想带你看的地方，都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餐馆。有些是当地菜，然后有些是欧美和亚洲的料理。那我们现在要去的这家餐馆呢，我觉得是在菲律宾最安全的餐馆之一。为什么我说安全呢？那不是那个人身安全啊，而是说这家餐馆虽然没有太多什么超级花俏的东西，但是我每次去吃都觉得它的品质非常稳定。如果你只有一个午餐的机会，这间就非常的安全，很 safe。但是我要提醒你一下，如果你赶时间的话，你在菲律宾吃饭最好就随便在路边或者快餐吃吃就算了，因为你到任何餐馆坐下去，很容易就花1-2小时。即使你吃中国菜，有时候都搞半天。反正只要坐下来点菜啊、上菜啊、上饮料啊，什么东西动作都比较慢啊，结账都要等半天啊，就是这个概念。你心里有准备，时间充裕就没有问题。但是在这里的确做什么都要有点耐心。来，现在来看看我们当时吃的东西，哇，看起来好好吃哦！那个虾子拿石头烫熟的，所以所有虾的甜味都封在里面，因为没有煮过，甚至没有蒸过，所以没有水滴下来，原汁原味。接下来就是这家餐厅的重头戏——乳猪。如果你对很小的动物有怜悯心肠的话，那你最好赶快往下跳2分钟了，因为这只乳猪真的很小，非常的乳，是一个 baby piglet， 很小一只猪。如果你吃过这么小的猪，你就知道它皮超级脆，肉超级嫩，而且一点都不肥。这一只烤乳猪脚大概就要20几块美金，所以在菲律宾来说算是相对高价的当地菜，也是一个比较高价的餐馆。一个人吃下来大概平均20-30美金，很稀松平常。那在菲律宾啊，如果你在路边随便乱吃，可以便宜到很吓人啊，就是比台湾可能小吃都还要便宜，1块美金可以解决。所以第6个惊奇就是，原来菲律宾菜也可以有很高级、很精致的。我们下午回到旅馆去按摩了一下，太舒服了。在香格里拉的影片里面，我会解释为什么可以有这般的奢华享受，敬请期待。接下来这一站也蛮有意思的，基本上就是我们住旅馆的那一区，这里一定要来夜游。为什么呢？因为这里白天很热，它树不够大，因为比较新嘛。然后遮阳呢，它做的也没有像 Green Belt 那边那么好，所以白天超级热。可是，一到晚上，他们很会用灯光还有水，让整个地方就感觉非常舒服。所有当地人都喜欢来这里夜游，有非常多的商店啦、书局啊、餐馆，可以喝咖啡啦、吃冰淇淋啊。反正想到一个大型商场该有的地方，它这里都有。还有我们很喜欢去的一些按摩店，它在这边也有。这个地段啊，如果你有时间，特别是如果你住在那个附近的旅馆的话，真的可以考虑这边多花时间走走吃吃饭、喝喝咖啡，坐下来看菲律宾的年轻人，甚至各国人士，真的很有意思。菲律宾有很多海外的咖啡，就像是这个 Percent Arabica 日系咖啡，走走路累了，可以买杯咖啡在这里休息一下。
一般的店也不是开到特别晚，大概就8、9点吧，但有些餐馆酒吧可能开到比较晚。那我们在这里走来走去，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如果不走路的话，今天晚上真的就超级吃不下饭啊。这个也是一个惊奇吧。也许有人以为菲律宾不是到处很危险嘛，但是还是有些地方晚上可以随便走走，非常惬意。最终要去的那个地方是个大商场，室内的，然后里面有个超市，可以买一些土产带回美国。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件事，就是说你看到很多这些都是舶来品的店，我们有讲到说衣服店，那这里我觉得还是比美国要贵一点嘛，就是据说比台湾品牌的衣服价钱还好。那因为它这边的关税普遍来说应该算是蛮低的，所以你要虾品的话，当然还是要务比3家啦。可是我知道很多台湾人会来这里买英文书，这倒是一个很有趣的省钱的方法。如果你还在看纸本书的话，菲律宾蛮多书店，绝大部分都是英文书啊。这里的英文书跟美国版本一样，但是稍微便宜一点。所以这个商场啊，就是外围都是住宅，然后很高很高的那些大楼，有点像台湾说的豪宅，但是不是每一栋里面都很好，都很高级，有一些很普通的。那我认识一些中产阶级的菲律宾的家庭，他们就住在什么30、40、50层楼上，他们更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啊。这一点倒是有点像香港，但是美国人呢，也把很多菲律宾的人教坏了，所以每个人的心目中啊，内心深处了，他们的梦想就是住在郊区，有个院子，有个车库，开车上下班。但是你可以想象啊，如果在这样一个几千万人的大都会区，不用太多啊，只要5%的中产阶级开车上下班，你就可以想象这个交通会多恐怖。所以我个人是建议说，住在这附近就好。你看这生活机能有多棒，你走下楼去就应有尽有，什么都可以买到，也可以吃到。好，总算走到了这个巨大的室内商场，这个商场里面真的什么都有，然后主要是以平价东西为主，所以这个里面很多菲律宾的年轻人来这里混，也不一定是中上阶级，这边的话可能就什么阶层的人都会看到，然后也有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在这里重点还是要去逛超市啦，在这超市逛一逛比较平价，跟我们以前去的那家完全是不一样。菲律宾人很会做大超市的，大部分都是华人开的，但我觉得他在那边有那种美国购物的感觉，可是有亚洲的价钱。接下来我们就在附近吃了一餐当地晚餐，是一些典型的当地食物啊，我们是觉得很好吃啊，或许我们吃习惯了啊。最后就在路上走走，就走回旅馆去拿行李。这个菲律宾的转机游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去马尼拉转机的话，真的强烈建议你早点去机场，因为出境检查的效率奇低。但是呢，这个也是第8个惊奇。你或许没有想到，在马尼拉会有这么多的各国人士，商业、旅游、移民都非常多。比起台湾，它的国际化程度会让从来没去过的人感到非常的惊讶。这部影片或许颠覆了一些你以前对菲律宾的成见，但其实在每一个国家的城市啊，都可以找到一些漂亮、舒服、花钱花很爽的地方，然后也是相对安全。马尼拉也不例外。那我这次介绍的当然都是很精华的地段，那里也有贫民区危险的地方。那如果你在这里转机是去那个典型的马尼拉一日游的话，你也可以去老城里面看看西班牙的古城墙啦、教堂，还有唐人街啊、海边啊，甚至是很新很漂亮的赌场区那一类的。那可能就比较看到一些残破啊、衰败、贫困，甚至有点混乱的那一面。但是我真的建议你还是可以花一点时间到马尼拉的这些富人区看看，不是说光来享受平价奢华，而是可以真正体验欧美的这个殖民历史还有文化对这个国家的深远影响。希望这部影片改变了你对菲律宾一些完全负面的印象，至少对大伟和婉平来讲，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转机游。下集我会做个特别节目，专门介绍
马尼拉地区最新的香格里拉。再次感谢大家关注 ABCD 走天涯，不要忘记点赞、订阅、转发，愿上帝祝福你，拜拜。